上一讲的结尾，将来的大汉皇后母仪天下的卫子夫非常不隆重的登场了。不隆重有不隆重的好处，因为卫子夫这种底层人家的家庭关系，如果不是因为卫子夫和卫青将来的飞黄腾达，是不可能被历史记录在册的。我们现在就可以借这一家人来看一看当时社会生活最底层的样子。卫子夫的母亲，也就是那位貌似姓卫的婢女，后来称为卫媪，这不是一个正经名字，大约相当于卫大婶。有可能她娘家就姓卫，也可能她嫁过一个姓卫的男人。无论如何，当她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卫媪了。卫媪的身份，《史记》说是平阳侯的妾，《汉书》说是平阳侯家的家童。无论是妾还是童，都属于奴婢这个阶层。从上下门推断，卫媪并没有成为某一代平阳侯的姨太太，而仅仅是平阳侯家里的一名婢女。当平阳县令郑季到平阳侯家里当差的时候，把老婆孩子都留在家里，然后呢，就因利乘便和卫媪有了私情，而这个时候的卫媪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。在和郑季相好以前，卫媪至少有了一男三女，男孩名叫卫长子，大概他是卫媪生的第一个男孩吧。底层人士给孩子取名不讲究，既然那是长子，那就直接叫长子好了。后来大约在魏家发达之后，魏长子改了名叫魏长君，那就像样多了。那三个女儿依次是魏如、魏少儿、魏子夫。魏如和魏少儿也不是什么正经名字，大约相当于魏弯儿、魏小娃儿。只有魏子夫的名字与众不同，大胆推测一下，这应该不是他的本名，而是平阳公主替他改的名字。从孩子们的姓名推断，卫媪很可能娘家不姓卫，而是前夫姓卫。这位前夫呢，身份不详，也不知道是死得早还是发生了什么，总之自始至终就没有被人提过。卫媪和郑季相好之后，渔勇可嫁，一口气生了三个男孩，依次是卫青、卫布、卫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三个男孩既然是卫媪和郑季生的，自然应该姓郑，为什么依旧姓卫，跟了卫媪前夫的姓呢？郑季就算心胸再豁达，也没有必要这样安排吧。答案是这三个男孩原本确实要跟亲生父亲的姓，只是呢后来卫子夫一步登天，姓卫就变得有利可图了。所以史记写卫青是所谓冒姓为卫氏，卫布和卫广皆冒卫氏。就这样，三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抹掉了原本的姓氏，冒充卫子夫的亲弟弟去了。不如此，则不足以沾姐姐的光。新问题来了，原本该叫郑清、郑布、郑广的这三兄弟，难道没上过户口吗？难道街坊邻居就没有人认识他们吗？冒充别人的姓氏，难道可以说冒充就冒充吗？答案是，他们三个都是野孩子，上不了正式户口。因为母亲是奴隶身份，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的命。我们看卫青的姐姐卫子夫，史料当中有说她是歌女的，有说她是舞女的，到底是歌女还是舞女，并没有本质区别，归根结底就是平阳侯家的奴隶，只不过呢不是干粗活的奴隶，而是专门为主人家提供娱乐享受的奴隶。我们对奴隶的刻板印象是披枷带锁干苦力，被奴隶主虐待，挨最狠的皮鞭，吃最难下咽的饮食。而事实上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总体来说，奴隶不但是很重要的人力资源，而且奴隶当中也会分门别类，有做管理的，有干苦力的，有做基础活的，有做服务业的，还有替主人打理生意的。而且主奴关系还可以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准家人关系，情感羁绊非常牢固。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的满人大臣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，那是一种亲昵，一种撒娇。汉人大臣就算也想自称奴才，但没有这个资格。他们就算位高权重，在皇帝跟前呢，也只是外人，是雇员。我们看回卫媪，在主人家里不但可以和外人通奸，并没有因为奸情暴露而受到惩罚，反而呢和奸夫就这么堂堂正正的苟且下去，生生不息。而生出来的孩子继续在平阳侯家里为奴为婢。彻侯的爵位和封地是世袭的，主人呢世代相传。
奴婢也一样世代相传。所以主人呢，大概并不觉得奴婢之间通个奸呀、生个娃呀是个多么大的坏事。像卫子夫和卫青这种属于家生家养的奴隶，在正常的生活轨道里，他们会一直生活在平阳侯府，伺候老主人和小主人，还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在这里生儿育女，给主人家生出第3代家生家养的奴隶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觉得这种现象匪夷所思。既然自己不幸做了奴隶，眼看着一辈子都摆不脱奴隶生活，那么自己认命也就是了，就不要造孽，把无辜的下一代带进这个残酷的轮回里吧。但是一来很多奴隶啊，很可能并没有避孕之时；二来呢，在富贵人家为奴，生活未必比平民百姓更差，甚至啊还会更有保障。再说，即便是平民百姓，还不是要认皇帝当主子吗？三来，人的适应性很强，做奴隶做久了，也就不觉得这种生活有多么难以忍受了。如果有人劝他们不要生儿育女，他们呢只会看看身边的同伴，觉得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凭什么自己应该特殊呢？最后一点，养儿防老，对奴隶来说也是一样的。主人家如果可以正常的代代传承，奴隶呢自然也会跟着生生不息。我们看卫则夫主人家的情况，平阳公主是汉武帝的姐姐，严格来说应该叫长公主，她的汤沐邑并不在平阳，而在阳信，所以原本是叫阳信长公主的，但因为嫁给了第4代平阳侯曹石，这才称为平阳公主或者平阳主。第1代平阳侯就是开国元勋曹参，传到曹石已经是第4代了。曹参时代的家奴，如果正常繁衍生息，到曹石这一代差不多呢，也是第4代了。家生家养的奴隶这个传统呢，一直延续到清朝。看一看我们熟悉的《红楼梦》，鸳鸯和刘五儿都是这种情况。假设呢，作为贾府的老爷要讨一个小妾，相中了鸳鸯，邢夫人去找鸳鸯商量，有这么一番话：你知道，你老爷跟前呢，既没有一个可靠的人，心里要再买一个，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，阴蛮府里要挑一个家生女儿收了，又没个好的。妾属于奴隶，可以买卖，但买来的并不知根知底，不如所谓家生女儿。家生女儿指的就是家生家养的女奴，如果男女统称，就叫家生奴。鸳鸯的父母兄嫂都是贾家的仆人，鸳鸯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在贾家当丫鬟。如果说鸳鸯的生活有多悲惨，倒也谈不上。她贴身伺候贾母，贾母呢待她不差。但如果说她的生活有多好呢？只要看看贾赦被她拒绝之后撂下的狠话，想着老太太疼她，将来自然往外聘做正头夫妻去，叫她细想，凭她嫁到谁家去，也难除我的手气。鸳鸯的嫂子来劝鸳鸯应了这门亲事，鸳鸯破口大骂，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，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的，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，看得眼热了，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。我若得脸呢，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，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；我若不得脸败了时，你们王八脖子一缩，生死由我。鸳鸯的这顿骂，以我们今天的主流价值观来看，实在骂得痛快。但如果以历朝历代的主流价值观来看，纯属不识抬举。对照一下魏敖全家，正是卫子夫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皇帝宠幸，也只是被宠幸而已，连个小老婆的名分都还没有呢，几个弟弟就跟着他把姓都改了。后来也正是因为卫子夫的平步青云，全家人都跟着他改变命运。如果卫子夫是鸳鸯那样的性情，那就不会有大将军卫青，而只有一个家奴郑卿了。卫青身为平阳侯的家奴，少年时回到父亲郑季家里，郑季呢安排他去放羊。郑季的那些婚生子，也就是卫青同父异母的哥哥们，都不把卫青当成兄弟，而是当成奴隶。有一次卫青跟着别人进入甘泉宫，那里有一个带着刑具的囚犯给卫青相面，说他是个贵人，将来会封侯的。卫青笑着说，我是家奴的孩子，不挨打挨骂就知足了，怎么可能封侯呢？相面的事情有可能只是后人的附会，但从这段记载来看，
卫青作为家生家养的奴隶，即便是亲生父亲，也不拿他当正经儿子。郑季的妻子应该是有正式户籍的民女，这两口子生的孩子也都是有正式户籍的婚生子，对家产有继承权。而郑季一家的家产，卫青继承不到任何东西，就连他这个人都不属于郑季家，而是属于平阳侯家。等到卫青长大成人，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，所谓骑奴就是骑马的护从。平阳公主出门的时候，卫青呢就会跟着别的骑奴一起骑马跟随平阳公主的车驾。骑奴虽然都有漂亮的制服，又骑着高头大马，看上去甚至有点气派，但归根结底还是奴隶，不被人看得起。若干年后，当卫青已经官拜大将军了，有一次带着任安、田仁两名家臣造往平阳公主府的管家安排任安、田仁和府上的骑奴在同一张席子上吃饭。没想到这两人拔出刀来，把席子割断了，高调表示自己不是奴隶，不屑于跟奴隶同席吃饭。其实任安、田仁都是穷人，经济条件未必比骑奴更好，但一来他们确实有点本事，自命不凡；二来呢，他们出身清白，虽然是骑着马陪着卫青来的，但很介意被人当成骑奴。等到卫子夫入了宫，受了宠，卫青呢也就鸡犬升天，摆脱了奴隶身份，到上林苑建章宫当差去了。这时候的建章宫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宫殿，要等到几十年后，因为博凉台失火，鲁地根据巫师的意见扩建建章宫，建章宫才成为一处重要而宏伟的建筑。而那时候卫青都已经过世了。在卫青刚刚摆脱奴隶身份的建元2年，假如汉武帝对卫子夫的热情只是转瞬即逝的话，那么建章宫里的无名小当差应该就是卫青所能达到的人生顶点了。谁知道造化弄人，偏偏一波三折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